车体结构设计合不合理，材质工艺良不良心，动力单元耐久性可不可靠？那好就是好，垃圾就是垃圾，没有中间地带。海绵内侧已经积攒了大量的泥沙和枯枝烂叶。这种打补丁的方式呢，通常是受开发时间或成本所限。希望我们出现的问题呢，能够引起厂商的注意。相比闭门造车，与用户需求同频，事实证明那就是成功之道。欢迎收看第2季真实万公里长测，我是楚少。销冠理想 L9 长测全程的故障汇报，大家看了吗？上集内容对于理想黑来说那估计是如获至宝。毕竟这部100公里9个油的新能源车出现了麋鹿测试转向助力失效、水温传感器故障、电量耗尽、车变路障、车窗升降异响、车门异响、前制动盘瓢了等五花八门的故障问题。可对理想吹来说呢，上集内容感觉也能接受。毕竟上述毛病一半被 OTA 解决了，那另一半呢，维保中心也打怪升级，逐一搞定了。亡羊补牢和处理问题的速度都值得点赞。如果说故障和维保部分呢评价可以存在二向性的话，那本集拆解汇报可就是非黑即白了。毕竟车体结构设计合不合理，材质工艺良不良心，动力单元耐久性可不可靠？那好就是好，垃圾就是垃圾，没有中间地带。关注我们节目的老粉一定知道去年理想ONE长测增程器拆完后场面之稀烂，令我们大受震撼。钢体渗油到难以想象，高压油轨接口处油泥堆积成块，点火线圈出现锈蚀，进气门进气道积碳严重。总之就是那台 1.2T 3缸增程器不改，理想可以直接推下海。节目上线之后呢，理想方面并没有给我们锁喉，解决掉提出问题的人，而是在 L 系列车型上换装了全新的 1.5T 4缸增程器。鉴于增程器曾经是理想的阿卡琉斯之种，那我们今天的拆解汇报，咱们就先从这个可能是问题重灾区的增程器开始聊起。理想 L 系列车型呢，用这台理想新辰 L2E15M 1.5T 4缸第2代高热效率增程专用发动机，取代了由东安动力生产的 DAM12TD 1.2T 直列3缸增程器。可以看到无论是制造厂商还是气缸数量，全部焕然一新。那跑了10万公里后，这台增程器的拆解表现能做到洗心革面吗？省流，能，非常能。首先，这台 1.5T 增程器的缸体、缸垫以及周围均无渗漏痕迹，跟理想ONE一比，那真的是天壤之别。当然，以现今发动机制造工艺和水平来说L9 这个才是正常现象，理想ONE上那个属实离谱了。我们再针对性的看看，在理想ONE上出问题的地方 ，L9 的表现如何？首先，高压油轨接口位置并没有油泥堆积的情况。其次 ，L9 增程器的点火线圈安装头呢也没有出现任何锈蚀。继续将增程器完全拆解，这台 1.5T 4缸机对积碳的控制也是理想ONE不可同日而语的。L9 仅在进气门背部有轻微积碳痕迹。再看去年理想ONE的状态那进气门积碳都快堆积成棒棒糖了，真是单看不可怕，一比就尴尬呀。再来看活塞 ，L9 第1、3、4缸活塞表面非常干净。甚至还能看到活塞面本身金属的颜色，仅在第2缸活塞表面呢有轻微的积碳。活塞环的部分仅在上面2道气环处可以看到少量的积碳，第3道油环则非常干净。而且除了渗漏、锈蚀和积碳问题药到病除之外，L9 的增程器磨损程度之低，也令拆解技师们是啧啧称奇呀。要知道 L9 除了新车里程5万和里程10万公里做这3次性能测试时充过电外呢，其余时间都是只加油不充电的方式使用的。增程器在几乎全程无休的情况下，还能有如此良好的状态，确实要夸理想是浪子回头带无人，带无某囝
那估计有兄弟会问了，为什么这台 1.5T 4缸增程器相比此前 1.2T 3缸增程器会有如此云泥之别的表现呢？对此我们有2个推测。其一呢是东安动力生产的 DAM12TD产品质量本身就不达标，经过大公里数使用后状态奇差呢也是顺理成章的。第二是那台 1.2T 3缸机并非是针对增程混动车专门研制的，并没有考虑到自身作为增程器会频繁处在起起停停的工作状态下，所以积碳会逆天的严重。总之，悲惨的结果呢，可以说是 1.2T 3缸机没活硬整，德不配位造成的。而全新换装的 1.5T 4缸机本身就是根据增程式混动车油电工作特点专门研发的，所以积碳呢就能控制得很好。另外，这台增程器呢热效率提升、扭矩提升，不再是小马拉大车了，也就降低了零部件的磨损。那心头大患可以说是尘埃落定了。咱们再来快速看看理想 L9 这套增程系统。整套系统呢，采用了发电机、驱动电机、增程控制器集成一体化的设计，结构紧凑，占用空间小。其中发电机功率80千瓦，前驱动电机最大功率为130千瓦。之前理想 ONE 的前驱动电机用的是博格华纳的，现在理想 L9 呢换成了国货蜂巢动力，降低的价格正好平衡了换 1.5T 增程器带来的成本上涨。双电机增程控制器呢，用的是苏州汇川联合动力，后驱动电机为3合1水冷电机，最大输出功率200千瓦。后电机外部呢包覆有静音海绵，能够吸收电机高转工作时的啸叫。可以看到跑了10万公里，海绵内侧已经积攒了大量的泥沙和枯枝烂叶，一般保养呢很难正常清理，不过对使用倒是没有影响。整套增程系统通过威迈斯的 DC-DC、DC-AC、OBC 分线盒4合1集成模块，形成了整车的高压电回路，布线更短，也能一定程度降低成本。动力电池呢，用的是宁德时代的3元锂电池，采用水冷系统，额定电压为373伏，电池最大厚度达到了220毫米，比较占用车辆底部的纵向空间。接下来，咱们就按油表机理的顺序来做车体及底盘结构和材质工艺的汇报。先来看车身蒙皮材质相信大家这么多期长测节目看下来，对于什么是理论上最好的蒙皮材质已经非常了解了。那肯定是延展溃缩、吸能效果好、重量轻的铝合金。但回归到实际用车场景呢，由于车门是最容易在生活中出现磕碰损伤的部位，所以如果用成本低、重量沉，但却容易钣金修复的钢材，似乎是最实际的选择。这样车主呢，可以在报保险修车和自己去路边店搞定，避免来年保费上浮之间有个选择的机会。这方面，理想不愧为媒体出身的产品经理。L9 前舱盖、后尾门和前翼子板用的是铝合金，4个车门和后翼子板呢用的是钢材，可以说在车身轻量化和维修经济性两端做了平衡和兼顾。拆掉蒙皮和保险杠后呢，我们来继续看看理想 L9 的防撞梁。打眼一看我直接联想到了今年夏天转会到曼城的中后卫格瓦迪奥尔，真的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非常粗壮有力。L9 前防撞梁对车头的覆盖率呢为72%，虽然在我们拆解过的中大型 SUV 里只算中上水平，但这根主防撞梁的面高却达到了153毫米，纵向高度是比较惊人的。另外一个相同点呢就是贵，可以看到无论是宽大的主防撞梁，还是防止行人在碰撞中卷入车底的副梁，甚至是副梁后方的吸能盒 ，L9 用的材质都是成本高、重量轻、溃缩吸能效果好的铝合金。结构设计上，主防撞梁后方呢配有带溃缩结构的钢制吸能盒，并通过螺栓与主纵梁相连，如果撞坏了便于拆卸更换，是一套常规标准的结构设计方案。主防撞梁左右两侧呢分别布置有铝制三角形的诱导块，它的作用是当防撞梁端部受到撞击时起到支撑的效果，并且被挤压后呢，它还能顺势让车辆产生一定的偏转，很像太极中的卸力。用弹开的方式尽量降低成员舱受到的冲击。
顺着前防撞梁往后看啊，可以看到 L9有一根体积不小的钢制前纵梁，尺寸基本上比我们拆解过的多数传统燃油车要更大。梁体侧边呢有加强及溃缩结构，在后方防火墙上有一根体积同样不小的横向加强梁与粗壮的前纵梁相连，这样前防撞梁、前纵梁和这根横向加强梁就形成了一个完整坚固的环抱式结构。不仅如此 ，L9的铝合金塔顶外侧呢，还有一个腔体式结构的上纵梁，它从 A 柱向前连接铝合金塔顶，并顺延至车头，通过连接板与前纵梁相连，进一步提升了车头两侧的结构强度。而且 L9的前龙拱后部啊，还设计有2道由前纵梁向外延伸而出的加强结构。它不仅可以提升轮拱位置的结构强度，还能将前纵梁受到的冲击力啊有效传递至下边梁。而为了进一步降低坚硬的轮圈挤压座舱的风险啊，工程师还在左右下边梁前端安装有防止轮胎侵入的铝合金型材。如此周密的结构设计，也让理想 L9在中保研25%小面积偏置碰撞中获得了 Good 优秀的评价。而且它车内成员安全指数和车外行人安全指数也同样拿到了 Good， 属于是内外兼顾了。视线后移，我们继续看 L9车身中部的结构设计。由于 L9呢是增程式混动车，电池包啊体积比较小，不像纯电车那样大面积平铺直叙在底盘上，所以它和传统燃油车一样啊是有纵梁结构的。2根平行于下边梁的纵梁呢，一直延伸到了后排座椅下方。同时，纵梁两侧呢各有3道粗壮的小横梁与下边梁连接，起到加强作用。42.6度的电池组啊就吊装在这2根纵梁上。L9的后纵梁呢，则是从下边梁后部开始向后延伸，一直到后防撞梁吸能盒的位置。上方成员舱方面 ，L9根据3排座椅的位置布置有4道钢制加强梁，其中2道呢位于前排座椅前后的加强梁，由于地板中部啊有中央通道结构，所以并非是完整贯通的。不过，中央通道和横梁的加强板呢，都采用了热成型工艺，弥补了非贯穿式设计在侧缝中支撑性较差的问题。在车身侧面的保护上呢 ，L9的 B 柱加强板采用激光拼焊工艺，而且呢有一定厚度，可以在侧面碰撞中保证 B 柱的整体强度。视线继续后移，来到后防撞梁 ，L9呢采用截面为日字形的铝合金防撞梁加铝合金吸能盒的高成本设计。防撞梁对车尾的覆盖率啊为67%，属于中规中矩。从安装位置看啊，后防撞梁并没有突出于尾门。可能有兄弟们会疑惑，这么明显的护裆内穿型设计，为啥工程师就是不改呢？这主要是考虑到啊后备箱取物的便利性。如果防撞梁位置呢凸出来了，那再加上保险杠，这距离后备箱里侧的距离得有多远呀？为了避免您购东西的时候啊，不至于撅着屁股来个超90度的死密马塞，所以呢，吸能盒加防撞梁的突出程度只能有所取舍。不得不说，做汽车工程师啊，确实不容易，要面临太多的矛盾和妥协了。最后，我们来看看 L9的车门结构。4个车门呢，均为冲压钢板材质的全框式结构。车门内侧配备的都是 W 型高强度冲压钢板加1道加强筋，属于标准且常见的加强结构。在拆解中啊，我们发现 L9车门内饰板的这个吸音棉上有较多的尘土，推测呢应该是后车门下部胶条密封不严导致的。理想总吹啊 ，L9的设计理念呢是移动的家，看来它啊并没有充分考虑到那些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尘土从坡上刮过那些朋友的具体情况。将 L9升起来啊，咱们来看一下底盘和悬架部分。底盘平整度方面呢，大面上做的不错，但细看啊，会发现护板不少地方都被迫做了凸起。比如 L9车头两侧分别装有风冷中冷器，下部呢通过一根管路进行连接，但这根管路呢由于突出于底盘，所以下护板为了将其包裹其中，只能做成阶梯状。又比如 L9油箱下部呢也是突出于底盘的，所以护板只能在这个位置也做出一个台阶来。整体上来说呢 ，L9的底盘平整度啊介于燃油车和纯电车之间。再来看副车架，理想 L9前后副车架均为全框式结构，
不同的是啊，通过6个连接点与车身相连的前副车架是钢的，而体积同样不小的后副车架则为铝合金材质。悬架方面 ，L9 前悬呢为双叉臂独立悬架，上下2根叉臂以及仰角均为铝合金材质的。在上叉臂位置呢，我们看到了一个钢制的谐振块啊，它大概率呢是用来抑制部件工作时的震动的。这种打补丁的方式呢，通常是受开发时间或成本所限，不得已所采取的一种快速解决方案。那补丁在理想的产品上啊，可以说是见怪不怪了。第一季理想ONE的拆解中呢，我们也在水箱框架上就见过这样的谐振块。而且再跟大家爆个小料啊，这个位于前悬架控制臂上的谐振块啊，不仅在 L9 上有 ，L8 和 L7 上也都有。这里不得不感慨一句啊，真不愧为家族产品啊。L9 后悬架呢是5连杆结构，除了上面一根连杆和仰角是铝合金的材质外呢，其余均为钢制。虽然在颜色上啊，它们真的很铝合金，不过这可不是啥瞒天过海以次充好啊。理想本人说了，没谁规定铸铁必须是黑色的，而且铝合金呢又不是啥高档的东西，反而是我刷的这个银色涂层超级贵，防腐效果比铝好200%以上，它真的我哭死。减震方面 ，L9 采用的呢是空气弹簧和 CDC 减震的组合。CDC 中文全称呢是连续可调阻尼减震器，工作原理其实并不复杂。简单来说呢，就是通过电控的方式来改变阀孔的大小，让减震器内油液通过阀孔的速度发生改变，从而达到改变阻尼的效果。CDC 减震器外包裹的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空气弹簧。L9 上的空气弹簧呢，我们并没有看到它生产商的贴牌，不知道是国货还是进口产品。此前网上啊曾爆出过 L9 空气弹簧失效塌陷的问题，但这部长测车呢，经过10万公里综合路段的使用，倒是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仅就我们个体而言，这套空悬的耐久性啊还是比较可靠的。只是理想给这样一套根据路面输入被动调整的单腔空气悬架以魔毯命名，瞬间就给梅赛德斯奔驰整不会了。不知道自己那套基于摄像头扫描主动调整悬架参数的空悬该怎么吹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啊 ，L9 将空气悬架的气泵和气罐都放在了车尾左侧，而底盘边角位置啊非常容易受到撞击和磕碰，增加维修费用。一般呢，安装在后备箱内部是最安全妥帖的布局方式。刹车系统方面，理想 L9 前制动卡钳为双活塞，后轮则为单活塞。我们之前拆解的几款啊同价位的新能源车型，统一全是前对向4活塞卡钳的配置。不过理想 L9 的这个制动成绩啊，甚至比用上了 Brembo 4活塞卡钳的蔚来 ET7 还要短，所以制动性能的好坏呢，咱不能完全啊为活塞数论。摩擦片、活塞、制动系统的整体调教以及轮胎配置都会对制动成绩产生影响。当然，理想 L9 的制动系统啊也不是没有问题，它在10万公里的使用中呢，出现了制动盘异常磨损的情况。我们推测很有可能啊是供应商提供的这一批次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希望我们出现的问题呢能够引起厂商的注意，从源头严把供应商零部件的质量一致性，让车主们用起来更加放心。最后，我们来看看 L9 材质和工艺方面表现如何。前防火墙隔音棉材质为 EVA 加 PU， 与前尾板贴附较好。地毯呢采用 PA 加 PE 加 EVA 加 PU 材质。前防火墙和地板的发泡材质呢都是比较厚实的。车辆前中后地板上啊多处喷涂有水性阻尼胶，较厚的发泡加阻尼胶啊能够起到很好的隔音降噪效果。白车身方面，车辆地板下部的密封胶呢涂抹还算相对规整，但后尾两侧密封胶涂抹的就非常不均匀了，工艺水平有待提高。L9 车内线束由耐高温和防水性较好的布基胶带以及 PVC 胶带进行包裹，大部分的线束防护到位，也有部分线束裸露在外，整体布线走向较为规整合理，也避免了与车身发生物理干涉。全部拆解汇报至此呢，就告一段落了，基本上没啥瓜可吃。跟理想ONE的拆解结果比啊，更是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再结合上期 OTA 加维修技师一路在帮 L9 打怪升级，越变越好。所以理想到底值不值得买？消费者已经用钱包投票了。
理想自诞生之初就活在质疑声中。增程式混动被人说是落后技术，以冰箱、彩电、大沙发为核心卖点呢，也被同行嗤之以鼻。但相比闭门造车，与用户需求同频，事实证明那就是成功之道。这个时代的消费者，人家不要你以为，就要我以为。你要么牛到能教育用户，要么就老老实实的把迎合和满足做到极致。那些曾经质疑理想的友商们，现在不也在嘲笑、理解、成为的路上按部就班的走着呢吗？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真实万公里长测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楚少，期待您的一键三连，咱下期再见。